大家早啊！12月2号了，星期二。今天北京明显就更冷了，有个2、3级风，偶尔会大一点，然后降温了。早上起来送女儿的时候，气温显示才零下4度。当然，我选择阳光充足的时候再出门。行，今天还是一个轻松跑，我们一会儿再聊。刚刚跑过了2.91公里，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还是挺纠结的，因为送女儿的时候很冷，还有风，这种天气就不太想出门。看到后来阳光出来之后好一点，然后我就问那个 DeepSeek， 我说冬天出门跑步比较困难怎么办？他给我回了好多条，比如说出门就是胜利啊，你就想出门5分钟就回来，你没有什么压力了。还有提前做好热身，在室内做热身，这样出门那一瞬间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冷。还有比如说通过一些软件去督促自己。我想到一点，就是早上起来我女儿问我说咱们今天有什么测试，说她害怕做不好怎么办。我就跟他讲，没有什么，错了呢就证明你这个知识点薄弱，你针对性的加强就可以了，它是一件好事儿，帮你找到了你的弱点。然后我在想，我在做什么事情上比较有动力呢？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你觉得有意思；第二呢，你觉得有挑战；当然还有第三，就是你去，即便有挑战，你觉得你也能做好。这种事情你做起来就比较忘我，比较投入。那我如果说把这件事情，跑步这件事情类比过来，那就是你不要把跑步或者说你想做的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每天的任务，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，那就很疲惫。把它当做一个挑战，满足那3个要素：第一，你喜欢这事儿；第二呢，它是个挑战。为什么是挑战呢？就说明有难度。第三呢，你有这种可能潜意识里会觉得这个挑战你完全可以克服，完全可以拿下。这种时候3个要素都具备，可能就更有动力了。但是说到孩子这个教育，我又想到一点，就是比如说他前2天被那个班里头表扬了，这个生活小助手，帮助老师完成一些很简单的工作，得了个小奖状。
那这个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肯定很高兴啊，就表扬她说这是你的优点，但是也可能会因此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，就是只有当我自己获得了成绩，获得了靠前的名次的时候，父母才会喜欢我。哦，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影响吧，后续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孩子，对我女儿要表达出清晰的这样的态度，就是无论她的表现怎么样，结果怎么样，都不影响父母关心你，父母愿意跟你在一起这个结论。好，这就算第一话题吧。怎么天冷了怎么出门，困难怎么办？刚刚跑过7.52公里，折返了一段距离了。今天还是12公里。现在是一个逆风的状态啊，比刚才折返之前要稍微顶一点。我今天穿了厚一点的一层皮肤衣，还可以，不是很冷，但是手套有点不够用了。手套的这个四指的那个指尖已经感觉到冻疼了，其他地儿还好，耳朵有点凉。就主要是今天有风。如果再冷的话，我就会戴个脖套，把耳朵给裹住，或者戴一个帽子。上个月就11月跑量220多，我觉得还可以了。因为有一场sorry， 应该是有一个半马的自测，所以那周又降跑量，然后加上受伤停跑。现在刚才有一段左腿的小腿腓骨肌还是有一点疼，就保不齐冷不丁的那么一下。跑量这事儿呢，我觉得顺其自然，不可焦虑。有时候我们成年人呢，就容易把事情想得比较远，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担心嘛，做出各种应急方案，储备各种物资，是吧？学习各种攻略。那孩子世界就比较简单。你看那天我跟女儿聊天说你还有多少天就要高考了，还有多少天你就要结婚了。然后女儿就很不耐烦，她说你不要跟我说以后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大智慧的。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是吧？平添烦恼。做一个活在当下的人，是最快乐的，但又很难。
我9月份、10月份的跑量都250多、270多，然后12月份我觉得230、4上下吧。这个事儿就不用多想了。哎，跑完了，12.02，还是12公里啊，返程比较痛苦，顶峰，手指会冻得比较疼。看来需要，我看明天我就穿一个双层的手套，这大手套里头再套一小手套，应该会好一些。然后冻的这个手指头有点僵了，拿着相机都不好拿，掰了半天。行，好，恢复第2天吧，还是个轻松跑。左臀的这个梨状肌感觉还是很明显，到后程了尤其，酸胀，有时候还有一点麻。对，继续做按摩吧。然后这个周有时间再去个盲人按摩，上次那地儿，小师傅按得很好，很靠谱。行，就这么着。星期2，大家加油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，好好玩耍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